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这几天外面是非常的热啊，兄弟们，是不是？外面太热了。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出门的话，要么穿网眼的，对吧？穿网眼的，这样的话比较透风这个是速度起来了之后非常的凉快。要么就是穿可以把热气迅速蒸发掉的那些运动型的比如说像内衣当然了，在骑行服里面也是有这种衣服的带掉身上的汗，然后蒸发掉了之后，然后让整一个人凉快下来。但是说实话，真的是到了外面，真的现在是我这里是39度，国内的话早就已经有40多度了，对吧？像这种天气里面，你不管你穿网眼还是穿这种能蒸发掉汗、带走热量的衣服，都不管用，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根本不管用。如果你是骑像比如说250cc 这种小排量的，或者400cc 以下这种小排量的，当然还没有问题。到了公升级这个车，那就不单单只是外面的太阳晒的热，自己的这个引擎都是引擎上来的那个，就跟你趴在一个火盆上的这种感觉这种时候怎么办？特别是骑公升级仿赛或者公升级的那些有整流罩的车主，大家肯定体验到过了，这个真的是热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这种天气里面骑，对吧？特别是比如说像杜卡迪的车主，那就更加了，对吧？杜卡迪 V4 这个在现在这种40度的天里面，真的万一跑出去要碰到一个什么堵车，你不需要堵很久，10分钟就够了。你前面已经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到了一个地方，你堵车10分钟，那个10分钟绝对要你命了，说不定就直接中暑了这个万一有这么一次，比如说你真的中暑了的话，那肯定你骑摩托车肯定就完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夏天有什么我推荐的装备？这个真的是终极装备了，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个就是终极装备，在这里没有比它能够更凉快的装备了，绝对是最凉爽的。但是能不能撑过这个40度的高温天，取决于你在外面跑多久如果在用法上面你稍微下点功夫的话，那么这个的话能够非常的持久，估计能达到个在外面能够待2个小时吧，我觉得那真的是按我的感觉来说我的可能是在外面待2个小时。比如说有一些忍耐力比较好的人的话，也许可能能在外面待3个小时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大家估计看到现在吧，我一直放在这里，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水冷的背心。水冷的背心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并不是最近才出的，它之前就已经有了。水冷的背心它好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可能大家对这个这么贵的一个骑行装备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了解，也有可能比如说你看过一些人的视频，然后你也觉得这个也就这样了，或者说它用起来不太方便。比如说像国内能够找到的像这种背心的话，通常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小水壶的这种好像挺多的，或者说它虽然是水冷的，它只是加一次水了之后也不能换或者怎么样。这个的话，首先看一下水冷的背心这里都是通水的这个的话跟一般的背心一样，它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在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打开之后是这样的，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放上一些保冷剂，比如说也不用那么一大块的这种保冷剂，比如说你在一些怎么说，你在买一些冷冻食品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个小袋的那种，对吧？一个小袋的保冷剂。今天我找了呢，家里面没有，没办法，以前有的被扔掉了大概。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的水袋。这个水袋是可以拿下来的管子这边接上管子之后就可以用了也是用起来也是非常简单。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你也可以用来储物，你也可以用来比如说放一个喝水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是固定在这里的，水冷用的然后它还有很大的空间，你可以放别的东西
啊，不单单只是我们骑士可以用，比如说像工地上的，你要去工地上面干活的时候，又或者你要出去钓鱼的时候，对吧？又可能你需要去露营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并不是单单只是骑士用的。但是这个对我们骑士来说有什么非常便利的地方呢？一个这个水袋，这个水袋是很考究的一个东西，它可以放在冷冻室里。啊，比如说你很早起来没有什么时间准备的，那前一天要准备好了怎么办？你就把这个袋子一起放到，就装满水之后放到冷冻室里就 OK 了，或者放冷藏里面也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呢，像外面真的是40度左右的，你放冷冻室里把它冻起来。啊，冻起来了之后，第二天就这么，把它这样一抠，然后管子一接就走了。你们说啊，你冻的里面全是冰，根本就没有水啊，不用冻，不用担心这个东西，一出去这个冰马上就化了，就会有水的，没有任何关系。啊，其实啊，我之前在一般去上班的时候，我大概上班的话应该是40几分钟的路程，因为路上面也比较堵啊，40几分钟路程。在这个40几分钟路程把它全部冻住之后拿出来，然后用，大概能撑30分钟、35分钟左右，然后里面就已经全部化掉了，然后水呢开始也渐渐热起来了，然后已经不能对抗外面的烈日加上自己车的这个热量，所以公升级的话大概是这冻好了之后大概能撑30分钟。那大家说啊，30分钟不就没用了吗？我去的地方肯定不止30分钟啊，对吧？哎，对，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你要下点功夫的地方。怎么下功夫呢？其实你看到吧，这个水袋，你比如说灌水灌到稍微少一点的地方啊，或者说你比如说灌满的水，你一整块冰之后呢，全部都是水灌满。然后呢，你骑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便利店，你把水稍微倒掉一点。从便利店里面买这么一罐冰，把它加进去，哎，凉爽感又复活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上面，如果你是这么使用的话，因为冰的话在所有的便利店里面都有的卖的，对吧？你只要到里面去买冰就可以。比如说啊，没有那种什么他们单独卖冰的，那你买一罐那个的便利店里面的饮料不就行了嘛，对吧？饮料它自己的咖啡机有那边便利店的咖啡机，那咖啡里面肯定要你先去买一罐那个冰，对吧？那个也可以嘛。所以说，只要你的旅行的途中有便利店，它的凉爽感就是一直能够保持的。只要水冷的能够一直保持有冰给它加进去的状态下的话，你就一直身上面是凉快。这个就是能够对抗现在40度天唯一的办法，真的是唯一的办法。网眼什么的根本没有用，什么你跑起来了之后，你的服透了风之后，你什么跑100什么的没有用。你在一个40度天里面，你跑100，那吹上来的风也是热的嘛，对吧？根本就没有用。所以说，一定要从根本上面给它降温。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给力。那穿的时候，比如说你不单单只是穿这一个，你在里面穿一件像那种能够散热的运动的内衣的这种，然后你再穿上这一个，凉爽感真的是加倍，真的是非常的爽。在夏天通勤的话，对吧？骑公升级的防晒通勤的话，我只用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这边因为温度不会，就往年也没有碰到过像今年39度。我现在这边最高是39度，国内的话可能已经超过40度了，也有可能。我这边39度，真的是啊，后面还要持续1星期。国内的话可能已经超过大概40多度了，对吧？超过40度了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短时间的通勤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不错的。那么最后来看一看这个的话，其实是日本的一个牌子。山光叫做山光，不是三光哈，山光，山光的这个牌子，在国内的话，我搜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牌子，因为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像日本这边是一个杂货的品牌，所以可能也没有引进到国内去，然后这边其实也很难买到。我去买的时候，基本上店里面只有1个2个这种程度，在秋叶原的一个有山光，它有一个店。
那个店长啥样，然后我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地址是什么？比如说你们在日本的小伙伴，比如说你要去买这个东西去找找看的话来这个店里面，国内的话，我淘宝上面看了一下，淘宝上面有代用品，可能就是不是像这么的方便的后面直接打开的类型的，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壶，但是呢，其实功能因为是一样的，大家也可以这么用的。有一个小的壶，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吧，有一个小的壶也可以。反正这个小的壶跟里面的这一个水袋是一样的作用的。那个小的壶可能也比较方便，在外面你比如说倒冰的时候，你打开来把冰倒进去就结束了，也不用这样在里面打开来或者怎么样是吧？然后唯一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可能这个壶在外面的话，壶会被一直照射，或者受外温的影响，会热的比较快一点，也估计也就这么一个缺点吧。其实的话功能性上面来说的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说稍微把时间稍微缩短一点，比如说20分钟你去一趟便利店买一个冰，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话这个的水冷的这个背心是在夏天像外面真的是40度的时候是唯一的选择。你真的要骑车的话，真的是唯一的选择，没有别的任何选择了。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为什么我上班不骑车？40度的高温天骑嘛摩托车啊？脑子瓦特了。